前一段时间我们的更新频率真的非常频繁，我希望你喜欢我们之前更新的内容，但其实我们还是隐藏了一个有意思的项目，执行的周期真的特别长。那它不是星际测评，不是定格动画，也不是真人短片，虽然没有以往那么大制作，但是这次拍摄的主角应该能让你获得平静，暂时忘记身边的烦恼。这个神奇的东西每个人都能看到，它每晚都在等待着你，只要你仰起头。星空摄影这个主题其实已经不算新鲜了，有很多摄影师和 UP 主都拍过非常惊艳的画面。那这次我们要怎么做不同呢？我们的策划同学一拍脑门，打算前往祖国的东南西北这4个角去记录下属于中国的星空穹顶。那这个想法和 vivo 不谋而合啊！我真的怀疑有厂家在我们公司里装了窃听器，每次我们有新的想法，总会有个品牌跳出来和我们一拍即合啊！那我们这次也是一拍即合，那也许这就是品牌的超能力吧。vivo 这台新出的 X70 Pro Plus 拍摄能力十分强大，所以我们带着它开启了这一趟追星之旅。第一站，我们选择去往省内比较近的东极岛，并且邀请了著名的星空摄影师阿乌老师，还有勇气老师和我们一起同行。经过几个小时的车程之后，这座立于东海的岛屿便出现在我们的眼前。半山是依山而居的著名，半山却被藤蔓和坟墓所统治。拍摄星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选点，需要远离光污染，并且没有遮挡。然后你可以使用一些专业的软件来确认星空的方位。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现在就打开窗户试一试，用 Starwalk 2或者 Sky Guide 这些专业星图 App 对准天空，你就可以通过它们来寻找和观测银河还有星星的方位。在确认好机位之后，阿吴老师也迅速表现出一个老星空摄影师的素养，身手矫健地拿着机器在几块巨大的礁石上反复横跳穿梭，来调整构图。当我们满心期待等待夜幕降临拍到星空的时候，却没有想到这片礁石上前来打卡的游客就越来越多，而且更悲催的是，我们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亮起一块 LED 灯牌，然后很魔性地闪烁起这个红绿色的光。那这对于星空拍摄来说就是非常致命的一个打击。于是，在未经处理的后期画面里面，我们的灯塔就被拍成了这样。然后祸不单行，当我们转照到灯塔背后的这个岛神像之后，夜空中也逐渐飘起了云朵，也就是你在这段视频里面看到雕像背后这些炸开的光芒的罪魁祸首。它导致我们在后期堆栈的过程中，云的影子被拉长，所以说多云的夜空是不具备拍摄制作星星脱轨的条件的啊！这下我们算是真正的记住了。反反复复折腾了一夜，拍摄星空的效果仍然不理想。来自祖国东方的第一缕阳光也慢慢升了起来，而我们也仍然不死心，还想继续对海上星空来尝试拍摄。所以这次我们朝着海南进发。那有了之前的翻车经验，来到海南之后，我们第一时间查看了全国的光污染地图，没想到还真有这种东西。那么发现只有海上的小岛是完全没有光的，于是我们联系上了一艘渔船，开始了乘风破浪的寻找。那也许稳定器下面的画面并拍不出那一刻这种颠簸的感觉，但实际上就像是坐的高度失重的这个海盗船，和我们过去的之前拍黑水的感觉有点像，在海平面上反复撞击和跳跃。那一路上我们也途经了曾经拍摄过短片的这个山崖，那时候的那扇木门现在早就连影子都没有了啊，所以有很多可以回忆起来的东西。那最终我们探寻到了一片无人的海滩，它夹在两山之间，远离人烟。然而我们仰头望向天空，却发现满眼都是厚厚的云层，它们就无疑是夜空遮蔽星空的巨大克星啊！那面对老天爷的不赏脸，我们能做的也就只有等待。我们很多项目都是只有等这一个方法。那几天之后，我们迎着金色的夕阳，再次朝这座岛屿进发。那这次天空万里无云，又恰逢新月，暗淡的月光得以让更多的星星显露出它们原有的光辉。那伴随着弯弯的月亮落下海面，我们在海滩上安营扎寨，迎着湿润而温暖的海风，架好设备，打开相机的功能里面的专业模式，选择标准镜头，将 ISO 的感光提升一些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1600到3200之间调整。
那在这种没有月光的情况下，我们把快门速度可以选择到25到32秒，然后随后只需要再打开手动对焦，把它设置到无限远，一张张星空的照片就这样被记录了下来。但是海岛之行仍有遗憾，这样的环境对于拍摄星空来说还是过于普通。就不得不承认，对于星空拍摄来说，高海拔和绝黑地区才是真的永远的神。于是短暂的休整之后，我们启程就奔赴了西藏。因为之前看过齐墨老师的西藏之旅，他全程笑脸盈盈，让我们觉得好像高反也没那么恐怖。但真的到了以后才发现，那就是一个酸爽，加上时不时让人腾空的搓衣板路，所有人都吸着氧气，想了到底是谁出了这个美妙的这个主题。这是来自杭州的氧气吗？要不要来罐啤酒？但好处是，我们也终于有了足够的时间放下烦恼去放空，见山观山，见水观水，路边成群结队路过的牛羊，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飘游的白云之上。然后镶嵌在山南层峦叠嶂间的圣洁蓝宝石羊湖就到了。为了能在更全的角度俯瞰和拍摄整个羊湖，我们迎着晚霞蹒跚而上，在山顶找到了一个玛尼堆作为前景，然后架设好机位来拍摄整体的岩石。看着画面里从未见过的美妙景色，还有头顶的璀璨夜色，我想那一刻，大家都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冒着高反的痛苦，依旧寻星而来。而更惊喜的是，在满月的月相之下，我们居然拍到了银河的银星部分。即便现在已经到了11月，那对了，这里可以再科普一下，最适合拍摄银河的季节应该就是夏季。但假如你想和我们一样，在这个季节尝试拍到银星，那就需要抓住天完全黑后的那2个小时。虽然此情此景已经让我们足够的震撼，但是没有月光影响的星空才是最美的。于是，在几天后的一个夜晚，待月光暗下，我们前往了5000多米海拔的珠峰大本营。高原的夜晚真的是格外安静，那除了正对珠峰前的一小片藏民的居所之外，四周就再无光亮。那为了能在全黑的环境下拍摄到珠峰上的星空，我们就不得不面临这样的情况：徒步5公里，穿过村庄，直到走到游客被允许最靠近珠峰的地方。那你可能会觉得5公里并不是一个太夸张的距离，但是在高反对人体的侵袭之下，你会体验到最窒息的天旋地转。有在放氧气吗？我怎么没感觉到？我现在特别想念杭州。幸亏阿雾老师凭借着丰富的经验，为我们找到了解决方案。他带领我们在村庄前找到了一片低洼的地方，通过地势帮助我们挡住前方藏民居所的光源。在抬起头的那一刹那，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去描述，只希望你们都能和我同在这一片灿烂的星河之下。我以前一直不理解是谁先想出来要对着流星许愿，这不就是一颗划过天边的石头吗？可当我亲眼所见才会明白，美如此景，或许就是神的祝福。在经历了前面2站的遗憾，在西藏终于拍到了令我们足够满意的画面。中国东南西北4角，此时只剩下最后一块拼图，就是神秘的冰雪之境漠河。我们搭上了17小时的绿皮火车，开始一路向北。也许是我们来得太过于急切，10月底的漠河还没有落雪，可已经零下10来度的气温也把我们这群南方人冻得够呛。深入大兴安岭的地区，但不同于东南沿河的万物丰富的色彩，尽管已经行驶了很久很久，可是眼底仍然尽是苍雾。漠河的冬天属于昼短夜长的，就在5点钟，我们就眼见着太阳逐渐西沉，
而此刻，我们也抵达了漠河最北端的村庄北红村，这里仍然维持着原始的风貌，家家户户真的能算得上是鸡犬相闻。时间流淌在这边，也会放慢脚步。那村子一侧是流经中国、蒙古还有俄罗斯的黑龙江，那不远的一江之隔对面就是真正的俄罗斯了。随着皎洁的月光升起，我们在祖国的界碑旁架设好了机位。可能是这个特殊的地方，让这次拍摄突然有了神圣的使命感。我只想说，中国的星空真美。至此，中国4级的星空都已经拍摄完毕。如果这期节目的点赞超过20万的话，我们会把这次中国4级拍摄的星空全景图片放一期纯享版，以供你能够更加身临其境的观看。这趟探寻星空的旅途虽然去了很多地方，也有很多身体上的疲劳，但其实相比我们以往的制作，从心理上来说要轻松不少。那不得不说，旅途真的很能治愈人心。无论是屏幕前的你有多忙碌，也要记得注意休息。有机会的话，一定要出去走走，外面的景色总是能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，还有安慰。最后，我们要感谢 vivo X70 系列对于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，陪伴我们度过了这段冲动并且浪漫的追逐星星之旅。作为一台影像旗舰，它搭载了蔡司光学镜头、超感光大底、自主研发的鱼一芯片等功能，使得它具备了极致的夜拍能力。在这段旅程中，帮助我们记录下了许许多多纷繁的星空影像还有照片，也得以让我们能将这一段难得的美好经历给留存下来。那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务必点赞、投币、3连转发，这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，因为这一期真的做的不容易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怎么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坡啊？